2025年6月，伦敦的谈判桌前，中美代表关于关键矿产的博弈已持续长达7个小时。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一次次要求中国放松稀土出口管制时，中国代表总是能从容应对，因为中国代表知道，在稀土领域，中国握有足够的筹码。其实，美国原本可以不必那么卑微，因为美国也曾是稀土大国。只不过，美国亲手毁掉了自己的稀土产业，写下美国传奇稀土史的芒廷帕斯稀土矿，更是美国稀土困局的活化石。芒廷帕斯稀土矿的发现是一个意外。1949年某天，3位美国地质学家来到加州的帕斯山进行油矿勘探，不过油矿没找到，却无意中发现了稀土，这就是芒廷帕斯矿。稀土是蓝、士、普、女、钋、山、铀、镉、特、锑、火、锵、针、铱、卤、抗、乙等17种元素的总称。前7种原子量小、密度低，被称为轻稀土；后10种原子量大，被称为重稀土。芒廷帕斯稀土矿非常优质，探明储量约430万吨，平均品位超过8%，有些区域甚至达到15%。这是啥概念呢？要知道，身为稀土大国的中国，稀土矿平均品位也不到5%。随后，莫利公司拿下了芒廷帕斯的开采权。1952年开始提取稀土。一开始，稀土销路很窄，除了导弹部件等一点军工需求，其他根本没啥用。惨淡经营了好些年，莫利公司差点肠子都悔青了。就在快要放弃时，转机出现了。1954年，第一台实用彩色电视在美国推出。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彩电价格下降。到60年代，量变带来质变，美国掀起了彩电普及热潮。巧了，彩电的屏幕需要稀土，比如氧化铀可以增强红色荧光效果，氧化铯可以增强蓝色荧光效果。作为美国唯一的大型稀土矿，芒廷帕斯就此崛起。60到70年代，年均产出稀土氧化物超2万吨，满足了全球70%以上的需求。这还不是芒廷帕斯最辉煌的时刻，稀土真正被广泛应用是在20世纪80年代女铁棚磁铁发明之后。在之前，磁铁的材料已上百年没变过，都是铁氧体磁铁，磁能机为1.1兆高奥至4.0兆高奥。1982年，日本科学家偶然发现，把稀土元素铝加入铁硼合金后，会形成一种四方精细晶体，磁能机竟然可以高达50兆高奥。这意味着所有需要磁铁的零部件体积都可以大幅缩小，人类就此迎来了一场技术革命。民用领域，便携式音频播放器替代了肩扛式录音机，汽车迎来电动升降玻璃、电动门锁等等。军用领域，女铁硼磁铁可用于制造小型电击舵机，精确地控制导弹的飞行方向和姿态，还可用于驱动雷达系统，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巨大的需求量让莫利公司赚了个盆满钵满。最辉煌的80年代末，美国稀土产业达到了巅峰，芒廷帕斯矿一度供应全球90%以上的稀土需求。从开采到分离再到加工，莫利公司拥有稀土上下游全产业链，且不愁销路。然而，一片红火之下，危机悄然逼近。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在美国出版。这本讲述工业危害、提倡环保的书引发了巨大轰动，仅60年代的销量便高达200万册。环保逐渐成为政治正确，各种各样的环保运动席卷全美。这个过程中，尼克松总统的弟弟爱德华·尼克松发挥了重要作用。1970年，美国环保署成立，提议者正是爱德华。作为《寂静的春天》的忠实粉丝，爱德华提出了“美丽美国”的口号，希望将肮脏的工业转移到海外。在此背景下，稀土产业被环保主义者盯上了。稀土这玩意儿虽然好，但矿石挖出来后需要进行分离，才能得到有用的元素。莫利公司在很长时间内用的分离技术是离子交换法和分级结晶与沉淀法。两种办法都有一个问题：废液多，污染大。废液和废渣被统一倒进一个尾矿湖里，有污染地下水的风险，周边居民严重不满。爱德华多次上门劝说莫利公司将稀土分离和加工环节转移出去。90年代初，一次大雨导致尾矿湖泄漏，无数废液流出，这下捅到马蜂窝了。各种抗议官司更是没完没了，舆论纷纷呼吁关闭芒廷帕斯矿。那国家需要的稀土怎么办呢？爱德华为首的环保主义者们表示，从中国进口不就得了，多大点事儿嘛。爱德华的想法是当时美国人的普遍想法，因为那时的中国稀土太便宜了。1985年，中国首次大规模出口稀土约4500吨，此后逐年增加。
为支持经济发展，2006年前，中国甚至不征收稀土出口关税，各地对稀土开采还有种种优惠，宽松的政策刺激了稀土行业发展。80年代初，中国稀土产量仅2500吨，到了21世纪初，中国稀土产量达到了8万吨，是80年代的32倍。大大小小数百个稀土矿在中国破土而出，生产稀土的企业数量多了，竞争激烈，自然要打价格战。国务院2019年发布的《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显示，1998年至2005年年均出口创汇总额为4.2亿美元，年均出口总量为46946.63吨。算下来，均价仅为8.98美元每公斤，简直是白菜价。有中国这个冤大头供应廉价稀土，顺带承担环境成本，干尽脏活累活，就算把本国稀土产业链全关了，美国人也没什么好担心。环保压力加上中国廉价稀土冲击，1998年茉莉公司被迫关停了稀土的提炼环节，4年后芒廷帕斯矿完全关闭。曾经轰轰烈烈的美国稀土产业土崩瓦解，而大洋彼岸的中国虽然成为稀土出口第一大国，却深知当前的稀土产业发展模式不健康，必须改变。2010年4月，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署发布《国防供应链中的稀土材料报告》，指出美国稀土基本来源于中国，不符合国家安全的要求，应该振兴美国的稀土产业。报告并未立刻引起重视，直到当年9月，2010年9月7日，中日船只在钓鱼岛海域相撞，双方关系再度紧张。借着惩罚日本的契机，中方收紧了稀土出口管制措施。2010年下半年，稀土出口额仅为3万吨左右，远不及2009年同期的5万吨，这引发了日美英德法韩等许多国家的不满。10月12日，日本驻华大使丹羽与一郎牵头，召集了西方阵营各国驻华大使，对中国政府进行联合施压。其实中国这么做无可厚非，所有资源出口国都不希望只出口资源，中国也不例外。单纯出口稀土没有意义，通过稀土深加工推动国内工业发展才是未来。面对西方的施压，中国外交部强调，管控稀土资源是中国的主权权利。稀土出口减少，使得稀土价格在1年内暴涨了5倍多。这场稀土危机引发了美国人的重视。中国今天能卡日本的脖子，明天会不会卡我的脖子呢？前面提到的报告，国防供应链中的稀土材料由此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重视，开始振兴美国稀土产业。茉莉公司察觉到了东山再起的可能，游说奥巴马政府同意重启芒廷帕斯矿，并提出了凤凰计划。凤凰计划就是大扩张，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欧洲的爱沙尼亚分别建一个大型加工厂，还斥资数亿美元收购了一个加拿大稀土工厂。整个计划耗资17亿美元，试图重建从矿山到磁体加工的全产业链。2013年，芒廷帕斯矿的营收还不到1亿美元，却敢砸下10几亿美元，无疑是豪赌。不过这场豪赌很快以戏剧性的方式失败了。中国稀土配额制出台后，最着急的不是被限制购买稀土的国家，而是中国的黑矿主。在稀土产业野蛮生长的年代，黑矿主们大规模私采滥挖，将稀土囤积在仓库里，准备留着等炒矿再高价出手。但配额制出台后，市场规模变小，黑矿主生怕稀土砸在手里，纷纷抛售，通过改头换面的方式出口。中国稀土协会秘书长马荣章曾经透露，2011年海外稀土进口统计高出中国海关出口统计1.2倍，也就是说，走私量是正常出口的120%，走私十分猖獗。结果，国际市场稀土价格不仅没有因为中国的收紧出口而上涨，反而下跌了。茉莉公司欲哭无泪，我这生产成本本来就高，你那边价格一跌，我的稀土还怎么卖呢？当然，黑矿主手上的稀土有限，等卖完了，理论上价格会回升，茉莉公司的情况会好转。但谁也没想到，接下来奥巴马的操作彻底坑死了茉莉公司。奥巴马政府联合欧盟、日本向 WTO 起诉中国，声称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不符合 WTO 规则。2014年8月7日 ，WTO 上诉机构裁定中国败诉。那时的中国还没这么硬气，面对 WTO 的裁决，被迫在2015年初取消了稀土出口配额制，国际市场稀土价格再次大跌。比如铝的价格仅为66美元每公斤，和2010年稀土危机前相差无几。这样一来，茉莉公司手上的稀土是一点销路都没有了。
巨额投入打了水漂不说，还背上了16亿美元的债务，看不到希望的茉莉公司只得申请破产，凤凰计划也跟着完蛋。奥巴马难道不知道他的操作不利于稀土产业振兴吗？其实奥巴马并不在乎，因为奥巴马时期稀土政策的重点依然是迫使中国贱卖稀土。虽然知道了稀土的重要性，但没有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去考虑。针对稀土行业，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支持政策不多，更寄希望于市场化运作。前美国外交官杰伊·克劳斯戴尔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重点是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迫使中国出售稀土。振兴美国稀土产业这个选项仅仅是备份，美国稀土产业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几年时间。2015年5月，稀土成为了中国拿捏美国的武器。中国知道稀土管制有效果，但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不仅日本、欧洲、美国的汽车产业纷纷停产，就连洛马等诸多军工产业都断粮了，哪怕有库存，也只能维持90天。其实，从特朗普1.0时期开始，美国政府就知道了稀土产业的重要性，并下决心扶持芒廷帕斯矿。2017年，破产的茉莉公司进行了拍卖，芒廷帕斯矿被 MPMO 财团以2050万美元的地板价拿下，并以矿山为基础组建了 MP 材料公司。MPMO 财团的主导者是芝加哥的 JHL 资本集团。JHL 资本的老板名叫詹姆斯·利廷斯基，个人资产约4亿美元。对于詹姆斯的举动，合伙人都很不理解，觉得这不是一桩好生意。但詹姆斯断定，在中美矛盾下，联邦政府会大力支持稀土行业。詹姆斯的判断是对的。拿下芒廷帕斯矿后不久，中美贸易战1.0爆发。特朗普害怕中国会管制稀土，开始大力支持芒廷帕斯矿。为了振兴美国稀土产业，特朗普和拜登做了很多工作，支持力度远胜奥巴马时期。主要有：1. 通过国防部向芒廷帕斯矿拨款，维持其运转；2. 提高稀土行业关税，阻止中国稀土进入，让芒廷帕斯矿独享美国市场；3. 缩短稀土行业的审批时间，为稀土项目设立快速审批通道。在美国建设工厂，各种审批加起来通常需要3到5年的漫长时间，但芒廷帕斯的加工厂审批只用了1年半。4. 国防项目所需稀土优先从芒廷帕斯矿采购。5. 放宽环保要求，比如环保罚款可以暂缓缴纳，甚至不用缴纳；对废料的处理不必再遵循最高标准等等。6. 美国电动车中的永磁体使用的稀土，如果产自美国本土，电动车企可获得10%的成本补贴。联邦政府资助的清洁能源项目所需的稀土，必须50%采购自美国本土。总之，为了振兴稀土产业，美国政府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行政和立法手段。然而，这些措施依然未能解决美国的稀土之困。首先是不赚钱，稀土虽然重要，市场却不大。截至2023年，全球稀土市场只有34亿美元左右，仅中国就占了70%以上。美国稀土市场的消费量就2亿到3亿美元。2024年 ，MP 材料公司的营收仅为2亿美元，亏损6000多万美元。从2018年重启运营以来 ，MP 材料公司多数年份都处于亏损状态，还背上了9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小不挣钱，使得 MP 材料无力进行大量的上下游投资与技术研发。MP 材料已经是美国最大的稀土企业，它都没能力，别的小企业就更没有。有人会疑惑，美国政府不是给了大量的国防订单吗？怎么会不挣钱呢？其实吧，国防订单这块蛋糕太小了。MP 材料80%的营收其实并不是来自国防订单，而是来自于向中国出售稀土精矿。精矿是初步加工的矿石，含有不少杂质，不能用于工业生产，得进一步加工成氧化物才能用于工业生产。剩下20%还有一部分是特斯拉和通用的订单，国防需求撑死也就占10%左右，带来的营收不多。詹姆斯自己都说，仅靠国防需求无法支撑矿山运转。其次是中国的稀土出口政策时松时紧。2021年，中国将所有稀土企业合并，成立了中国稀土集团，目的就是将所有稀土资源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调配、统一出口，从源头上避免内部争抢市场、走私出口等问题，增大话语权。这样一来，加强管控还是放松管控，全凭中国的政策。有时候中国收紧出口，增加谈判筹码；有时候中国放松出口，用利益让美国下不定稀土国产化的决心。比如2025年6月伦敦谈判之前，中方放松了一部分民用稀土的出口管控。说白了，中国自始至终就没想着彻底卡断稀土出口。
稀土只是中国反制美国的一个筹码，仅此而已。如果一直管控太严，各国都被迫寻找新的供应商或者国产化，那中国对稀土的垄断地位可就不稳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几乎不让中国获取高性能芯片，结果迫使中国自力更生，芯片国产化率由10年前的不足5%提升到2024年的40%了。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国产化也有了很大进展。如果不是美国发疯一样制裁，许多中国企业是不会轻易采购国产芯片的。毕竟你的质量不过关，产能也不够，万一把我的业务搞砸了咋办？时而紧，时而松，才能不断打乱对手的节奏。即使美国政府意志坚定，美国企业也很难完全配合。毕竟自力更生需要巨大的成本，谁没事愿意支付一大笔钱呢？一看中国放松管制了，赶紧买一批囤起来，谁会去考虑买 MP 材料的稀土呢？第三是美国技术不行。稀土行业喜欢用 N 来衡量纯度，3N 表示纯度99.9%，4N 表示纯度99.99%，纯度越高，杂质越少。在中国，应用层面的4N 并不鲜见，实验室已突破5N 乃至6N，而美国的稀土提纯技术应用层面还停留于3N、4N，还在实验室里。由于技术不成熟，美国稀土加工能力有限，唯一的加工厂是 MP 材料2023年建成的，年加工能力仅为1300吨，是个相当小的数字。芒廷帕斯矿的稀土年产量约4.5万吨，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加工能力，大部分还是得运往中国加工。稀土设备上，中国是全球稀土加工设备的主要供应国，包括电解槽、高精度萃取机等等。美国的稀土设备厂家早已集体断层，想买都买不到。芒廷帕斯矿的重启就使用了大量中国设备，想在某个环节卡一下美国脖子并不难。更关键的是，无论是芒廷帕斯矿的稀土，还是美国的分离能力，均为轻稀土。而军工企业所用的很多都是重稀土。时至今日，美国仍无有价值的重稀土矿藏，也无重稀土的分离和提炼能力。最后是市场问题，美国政府希望以芒廷帕斯矿为切入点，重建完整的稀土产业链，生产各种稀土氧化物，助力工业发展，而不仅仅是售卖金矿。问题在于，任何企业想要活着，都得回答一个问题：客户在哪里？当初帮助芒廷帕斯崛起的客户是电视行业，芒廷帕斯矿向美国电视机工厂出售了大量的氧化铀和氧化铯，但美国最后一家电视工厂关闭于2019年，需求早就没了。去工业化让美国稀土消费量日益下降。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2012年到2023年，美国稀土消费量由1.5万吨下降到8800吨，几乎少了一半。背后是美国再工业化并不成功。2009年，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时，制造业占美国 GDP 比重为13%。2024年，这一数字是10%。10多年过去了，不升反降。即使詹姆斯愿意冒险投入巨资重建稀土产业链，在美国也找不到足够的客户。一个弄不好，容易会和茉莉公司一样陷入破产境地。所以 MP 材料80%的营收来自中国是无奈的选择。而芒廷帕斯矿的稀土氧化物，中国不怎么需要，因为没有竞争力。他们能向中国出售的就是金矿，时间一长就被固定在了卖矿的生态位上，难以升级，谈何振兴美国稀土产业呢？从芒廷帕斯的兴衰与屡次重启中，我们能发现美国稀土行业的症结。美国稀土行业不缺资源，美国稀土产量排世界第6，作为盟友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乃至格陵兰岛都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可供利用。美国稀土行业也未必没有技术，没错，当前技术确有不足，但如果真的发狠，由国家牵头攻坚，是能解决相当一部分技术难关的。美国稀土行业更不缺政策，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都给足了政策。那为什么美国的稀土产业还是搞不好呢？因为资本逐利的天性只愿攫取产业链上最轻松、利润最厚的环节，对需要长期投入且风险巨大的技术攻坚和产业整合避之不及。也因为政治正确和去工业化的联合绞杀，即使知道发展方向，依然功亏一篑。其实这些问题中国也存在，但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意志让问题得到了改善。而美国不幸被资本逻辑捆绑，被政治正确裹挟，难以实施长远计划。所以美国的稀土产业之路注定荆棘密布，前途渺茫。